那会儿正是午后头，太阳泛着一股子叫人睁不开眼的虚假繁华，可这百俊园的地界儿偏生透着一股子冷。这叶澜依正坐在廊下，手里可能正把玩着一把马草，或者是那御赐的什么劳什子首饰，眼神却冷得像数九寒天的冰碴子，直勾勾地望着天边那一抹云。这时候，您就听着那弓鞋踏在青石板上的声音，咯吱咯吱的响，透着一股子心虚的急促。是谁来了？正是咱们那位在深宫职场里混了大半辈子，却连门槛都没摸着的齐妃娘娘。您瞧瞧齐妃那个样，虽然穿着一身大红大绿的华服，头上簪子晃得乱响，可那脸上的肉啊是僵着的，眼神飘忽，一会儿瞅瞅脚尖，一会儿瞄瞄两旁。这在现代职场里，那就是典型的被领导谈话后去执行脏活的小兵，心里100个不情愿，可架不住大老板在那儿拿捏着。齐妃手里端着个托盘，上头盖着一方明黄色的绸布，那一碗药汤子就在布底下冒着热气。这药栀子的苦味儿，其实早就隔着布钻进了每个人的鼻孔里，天生他还得做出一副姐妹情深的模样，嘴里喊着叶妹妹受累了。这在职场里叫什么？这叫伪善的关怀。就好比那个平时从不拿正眼瞧你的部门老油条，突然有一天笑眯眯的端了杯咖啡搁你桌上，说小王啊，看你最近辛苦，补补脑子，您说这咖啡您敢接吗？这里头的核心冲突就在于，齐妃这个角色，她其实是这宫廷博弈里最悲哀的一环。她觉得自己是在为儿子的前途扫清障碍，觉得自己是在执行皇后下达的圣旨，实际上呢，她不过是皇后手里的一块抹布，用完了就得扔进泔水桶里。再看咱们的叶澜依，她那双眼睛就跟显微镜似的，在齐妃进门的一瞬间，就已经把对方底裤里的心机都给看穿了。齐妃那双颤抖的连指甲套都有些歪斜的手，这就是最大的破绽。他把托盘往桌上一搁，那碗药汤子荡出了一圈细微的涟漪，映着百俊园里略显荒凉的草木。叶澜依没起身，也没行礼，就那么坐着，冷冷地看着齐妃演戏。齐妃那话说的叫一个别扭，这是皇后的恩典，看妹妹辛苦，特意嘱咐本宫送来的。您听听，这就是职场甩锅的最高境界，名义上是福利，背锅的是皇后，送礼的是我。可叶澜依是什么人？他是常年跟马打交道的人，马最单纯，谁对他好，谁要害他，他一鼻子就能闻出来。人呢？人比马脏多了。叶澜依盯着那碗药，他心里比谁都清楚，这就是一碗能让他这辈子都断了念想的绝子汤。可最吊诡的地方就在这儿，他看着齐妃那张因为撒谎而变得扭曲的脸，心里竟然泛起了一丝嘲弄。他是在嘲笑齐妃的蠢，还是在嘲讽这整座宫殿的虚伪？这种心理拆解要是搁在现代，那就是一个极具个性的顶级技术大拿，看着那个只会搞办公室政治，肚子里没半点墨水的平庸领导，在那儿拙劣的表演如何优化团队。叶澜依压根儿没打算玩那些弯弯绕绕的职场推辞，他不需要什么我最近胃口不好或者待会儿再喝的借口，他要的是一种极致的心理反杀。这种环境渲染下的博弈，其实处处都是死穴。齐妃的死穴是他的儿子三阿哥，而叶澜依的死穴在那一刻仿佛已经消失了。当一个人连对未来的指望都不要了的时候，他面对齐妃这种拙劣的刺杀，就像是看一场滑稽的马戏。齐妃在那儿絮絮叨叨，说什么喝了对身子好，这是后宫的福气，每一个字都像是在这冷飕飕的空气里打了个冷战。叶澜依就那么静静地坐着，他可能在看齐妃领口那一圈稍微有些起球的滚边，或者是看齐妃因为焦虑而微微咬着的后槽牙。这其实就是一种降维打击，
齐飞还以为自己在进行一场惊心动魄的特种作战，殊不知在叶澜依眼里，他就像个拎着玩具枪在大人面前晃悠的孩子。这种职场隐喻，您各位一定得细品。很多时候，那些试图算计你的人，其实他们自己也在战战兢兢。他们之所以敢动手，是因为他们觉得你还在乎这份工作，在乎这点薪水，在乎这个所谓的肚子里的前途。可一旦你表现出对这些东西的极度蔑视，对方那套精心设计的攻击逻辑就会瞬间土崩瓦解。这一碗温热的催命符，其实折射出的是深宫里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态度。一种是像齐飞这样，为了那一丁点儿虚无缥缈的权位，把良心当了，把尊严丢了，最后活成了一个自己都瞧不起的提线木偶。另一种则是像叶澜依这样，我既然进不了这局，那我就彻底把局给掀了。这要之子的苦，其实不是苦在舌尖上，而是苦在那吃人的制度里。每一个在这围城里讨生活的人，其实都在喝这碗药，只不过有的人是分批喝，有的人是一次性喝个够。齐飞自以为是执行者，其实他也是受害者。这碗药送出去的一刻，他自己的政治生命也就进入了倒计时。您说，这人情世故里的弯弯绕，是不是比这汤药还要苦上3分？就在这死一般的寂静里，叶澜依缓缓伸出了他那双修长而有力的手。他的手指并没有像齐飞预想中那样发抖，反而稳得像是在拉紧马缰绳。他的指尖轻轻触碰到那个略带温热的瓷碗边缘，碗口绘着精致的缠枝莲，那是皇权的象征，也是枷锁的标志。这一动，百俊园里的风似乎都停了，所有的目光都死死锁在这一碗黑黢黢的液体上。齐飞屏住了呼吸，眼神里闪过一丝得逞的狂喜，却又夹杂着无尽的恐惧。他看着叶澜依把碗端了起来，那是怎样的一个动作啊！慢条斯理，却带着一股子排山倒海的决绝。这不仅仅是一个动作，这是一场无声的告白，是对这整座紫禁城，对那位高坐在龙椅上的男人最刻骨铭心的告别。书接上回，咱们正说到那百俊园的廊下，空气冷得能结冰，叶澜依那双指节分明、常年勒着马缰绳的手，稳稳当当地端起了那只绘着缠枝莲的瓷碗。您各位闭上眼，咱往这画面深处再扎一扎。齐飞那眼珠子瞪得跟死鱼似的，大气儿都不敢出，脖子伸得老长，就等着那黑黢黢的药汁子灌进叶澜依的嗓子眼儿。就在这一刻，叶澜依忽然轻笑了一声，那笑声不高，却带着股子把寒风都劈开的利落劲儿。他低头瞅了瞅碗里晃荡的药面，倒映着他那张冷艳绝伦却写满了不屑的脸。这在职场博弈里，那是到了刺刀见红的生死关头了。换作旁人，哪怕是在受宠的嫔妃，到了这时候也得哭天抹泪，求爷爷告奶奶，或者干脆使个巧劲儿把碗给碰翻了。可叶澜依偏不，他这一抬头，那是真的仰头饮，脖颈拉出一条决绝的弧线，喉头上下滑动，那药汁子顺着食道下去，每一口都像是滚烫的岩浆，要把他身体里那点子属于女性的、属于繁衍的本能，统统给烧个干净。您说这画面炸裂不炸裂？这哪是在喝药啊？这分明是在这大清朝最核心的 KPI 为皇室开枝散叶的考评表上，亲手打了一个血红的叉。咱们得使出显微镜来拆解这咽下去的3秒钟。第一层，那是皮肉之苦。红花和断肠草熬出来的汁子，那是什么味儿？是透着铁锈味的苦，是钻心的辣。它入喉的一瞬间，子宫就在痉挛，在那儿无声的哀嚎。可叶澜依的眉头竟然一丁点儿都没皱，这就叫狠角色，对自己够狠，才能让对手打心底里发虚。齐飞在旁边看着，本来心里还揣着那点子算计得逞的小九九，
可瞅见叶澜依这副气定神闲的样，他反而害怕了。他不明白，为什么这个女人喝了毒药不仅不求饶，反而像是在喝什么庆功酒。这就映射到咱们现代职场里了。当一个老员工或者一个恶毒的竞争对手费尽心机想砸你的饭碗，断你的财路时，如果你表现得是钱财如粪土，甚至主动把那份带毒的合同签了，对方的心里其实是崩溃的，因为他发现他手里攥着的所谓筹码，在你眼里连个屁都不是。这种心理上的反杀，比你扇他2个耳光还要让他难受。叶澜依此时的眼神越过那空了的碗底，直勾勾地扎在齐飞的脸上，那是一种看死人的眼神，仿佛在说，这碗药我喝了，你的命也快到头了。这一喝更是对职场上升通道的彻底弃绝。在后宫这个公司里，子嗣就是唯一的股份，有了孩子，你才有退休金，才有话语权，才有死后那块牌位的安稳。叶澜依这一饮而尽，那是把股权协议书当众给撕了，还朝上面吐了口唾沫。他心里想的是什么？他想的是那个在百俊园外，在那绿油油的草场上，曾经救过他命，给他递过一条帕子的果郡王。在他的伦理逻辑里，除了那个男人的血脉，这世上任何人的孩子对他来说都是一种羞辱，尤其是那个高坐在龙椅上看他像看猎物一样的皇上。这碗药在别人眼里是断子绝孙的毒，在他叶澜依眼里，那是这深宫里唯一的洗洁精。他喝下去是想洗掉身上那股子皇权的味儿，是想给自己造一座孤岛，从此以后你们争你们的宠，夺你们的位，我这块地儿虽然荒了，但它是干净的。这种极端的近乎自残的清醒，是不是比那些哭哭啼啼的弱女子更有张力？这在现代生活里，就像是一个不想卷入无谓社交，不想被所谓成功学绑架的人，宁可丢掉高薪，也要守住那一丁点可怜的自由。齐飞瞧见叶澜依放下了碗，那碗底还挂着最后一滴浓得发黑的药液，顺着桌沿往下滴。齐飞那一刻的心思是极其复杂的，他又是欣喜，觉得自己立了大功，回去能跟皇后交差了，又是惊恐，因为叶澜依太稳了，稳得不像个人。这就是典型的小人得志后的心虚。他在职场里干了一辈子的中层，见过无数尔虞我诈，可他从来没见过这种自毁式的博弈。他甚至想伸出手去探探叶澜依的鼻息，看看这女人是不是当场就要咽气。可叶澜依只是拿手帕轻轻擦了擦嘴角，那帕子素净得很，一点花纹都没有，就跟他这个人一样，简单的让人害怕。这一个擦嘴的动作，其实是在宣告局破了。齐飞，你以为你赢了，其实你已经把自己送上了断头台。因为在这宫里，所有的秘密任务都有一个共同的结局，那就是知道秘密的人，尤其是那个动手的人，必须死。皇后那种老狐狸怎么可能留下齐飞这个活口？叶澜依喝下这碗药，不仅成全了自己，也给齐飞挖好了坑。咱们再说这其中的人生哲理。很多时候，我们总觉得只要忍气吞声，只要按部就班的交出 KPI， 就能在这复杂的社会里求个安稳。可叶澜依告诉我们，当那碗药送到你面前的时候，求饶是没用的，因为这世道压根儿没打算给你留后路。与其卑微的死，不如轰轰烈烈的生，或者是冷冷清清的绝。他这一喝，把原本属于他的被动瞬间转化成了主动。从此以后，他是这后宫里最特殊的存在，他没有软肋了。一个没有孩子，没有母家支持，甚至连命都不太在乎的女人，她就成了皇上手里那柄最锋利的刀，也成了皇后最无法掌控的变量。这就是职场里最狠的那种人，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他这一引，把所有想算计他的人都给晾在了半山腰，上不去也下不来。
那药劲儿上来得极快，叶澜依的脸色在那一瞬间白得像一张纸，那是从骨子里透出来的虚弱。可他的腰杆依旧挺得笔直，像是一杆在大风中死不弯腰的标枪。他看着齐飞慌乱逃离的背影，看着百俊园里那些被惊起的飞鸟，嘴角勾起一抹残忍而又解脱的弧色。他知道，从这一秒开始，他和这宫廷的最后一点温情彻底断了。他接下来的路只有复仇，只有毁灭。这碗药是他给自己下的战书。您各位想想，换作是您，在喝下那一碗改变一生命运的苦药后，还能有这份看淡生死的从容吗？这碗药后的残局，皇上会怎么收场？皇后又会如何落井下石？而那个傻到家的齐妃，又会有怎样凄惨的结局？书接上回，咱们正瞧见叶澜依仰脖子灌下那碗断子绝孙的苦药，这镜头一转，咱得把这显微镜对准那紫禁城里最阴森也最讲究体面的地界儿——景仁宫。这百俊园里的风是刀子，那景仁宫里的烟儿就是化骨伞。此时此刻，咱们那位大清朝的嫡庶神教教主、打胎大队总队长乌拉那拉氏皇后，正稳稳当当地坐在那把雕龙画凤的宝座上。她手里拿着个白玉钵子，正不紧不慢地在那儿拨弄着一盆开得正艳的牡丹。这画面美则美矣，可您要是细看皇后的眼神，那哪是在看花啊？那是在看这后宫里每一个女人的命。这第三部分，咱们就得深挖这张杀人不见血的皇后令，看看这场被称为高端博弈的职场定向爆破，到底是怎么把齐妃这个蠢货给玩死，又把叶澜依给逼上绝路的。咱们先瞧瞧皇后的状态，她那一身明黄色的长服，上头的绣工细得连蝴蝶的须子都清晰可见。她为什么在这个节骨眼上修剪花枝？这在职场心理学里叫掌控感补偿。外头叶澜依正闹得翻天覆地，齐妃正吓得魂不附体，可皇后得稳。她这一剪刀下去，咔嚓一声，一朵开得最好的花苞就落了地。这叫什么？这叫去冗余。在她眼里，叶澜依这种野路子出身，又受皇上携宠的，就是这后宫公司里不按规矩出牌的刺头员工。如果不通过一个渠道把他给废了，这公司的规矩还怎么定？所以他根本不用亲自动手，他只需要在齐妃请安的时候，状似无意的叹那么一口气，说一句三阿哥虽然长成了，可这百俊园那位若是有了身孕，怕是皇上心都要偏到爪哇国去了。您各位瞧瞧，这话术简直是现代婆媳关系里的挑拨天花板。他抓住了齐妃唯一的软肋，儿子。齐妃这种没脑子的，听了这话就像是被点着了引信的炮仗，恨不得立马冲出去替老板铲除异己。这其实就是一场极致的借刀杀人。皇后为什么要选齐妃？因为齐妃位分够高，出了事儿够分量顶包；二是因为齐妃够蠢，稍微一忽悠就觉得自己是在保卫家庭，保卫儿子的前途。这反映到咱们现实生活里，就是那种高端职场里的大领导，他想开除一个他看不顺眼但又有老板护着的下属，他绝不会自己去谈话，他会暗示另一个跟这下属有竞争关系的平庸中层。那中层还觉得自己是在替领导分忧，屁颠的去当那个恶人，结果呢？坏名声是你的，脏活是你的，最后老板发火了，大领导两手一摊，说我完全不知道这事儿，为了平息民愤，只能把你这个中层给优化了。您说这皇后的心是不是比那冻了3尺的冰还要硬？咱们再仔细瞅瞅皇后此时的微表情。当宫女简秋附耳过来，轻声说了一句齐妃已经去了，皇后的手连抖都没抖一下。她继续盯着那盆花，甚至嘴角还浮起了一抹若有似无的笑，那笑里透着一股子万物皆在鼓掌之中的傲慢。
他不需要去看现场，他通过这几年的观察，早就把齐飞的性格、叶澜依的脾气摸得透透的。他知道齐飞一定会把事儿办砸，也知道叶澜依一定会喝那碗药。为什么？因为他这种掌控欲极强的人，最擅长的就是利用人性的弱点。齐飞的弱点是贪和怕，叶澜依的弱点是傲和绝。皇后把这两份人性放在天平两端，轻轻一拨弄，这悲剧就自然而然的发生了。这种博弈的高级感就在于，他不仅杀了人，还没沾一滴血。这在职场里叫程序合规下的恶意操纵，让你吃了亏还找不着地儿说理去。环境渲染在这儿也到了极致，景仁宫里的檀香烧得极旺，那烟雾缭绕的，把皇后的脸衬得忽明忽暗。这烟雾其实就是权力的迷雾。他在这里发布了一道没有落款的指令，让齐飞去执行，其实就是给齐飞发了一张通往冷宫的单程票。这时候的心理拆解就更有意思了。皇后心里其实并不恨叶澜依，她甚至可能还有点佩服叶澜依那股子劲儿。但作为这所大公司的行政总裁，她必须维持一种微妙的生态平衡。一个不受控的、没有背景的，却独得圣宠的女人，是整个后宫制度的威胁。她必须通过这种方式告诉所有人，在我的地盘上，没有孩子就等于没有明天，而我想让你没孩子，有100种让你自己喝药的法子。这种人生哲理其实是极其冷酷的，他告诉咱们，在规则制定者面前，任何个性的抗争如果找不到支点，最后都会变成自残的悲剧。咱们再说说这一段里的职场隐喻。齐飞送药的时候，皇后在景仁宫里其实是在等那个预料之中的死局闭环。他为什么要让齐飞送红枣汤？这不仅是讽刺，更是一种心理上的压迫。红枣是补血的，是求子的，可里头却加了夺命的药。这就好比一个不怀好意的人，打着为你职业规划着想的旗号，给你指了一条通往死胡同的路。齐飞这个职场傻大姐还在那儿琢磨着怎么跟叶澜依客套呢，却不知道皇后已经在写给皇上的告状信里把她出卖了个干干净净。这种连环计的恐怖之处在于，他利用了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信任，哪怕是那点微薄的同僚之情。皇后通过这一招，不仅废了叶澜依的肚子，更是彻底铲除了齐飞这个老对手。这种一石二鸟的手段，才是咱们各位在社会混迹时最该防着的阴招。这第3部分的皇后令，其实写满了一个权欲熏心的女人的孤独与变态。她以为通过这种方式能保住自己的位子，能让乌拉那拉氏的荣耀延续，可她忘了，这种靠鲜血和阴谋堆砌起来的王座，本身就是不稳的。他这一剪子剪下去，剪掉的是叶澜依的未来，也是他自己最后一点作为女人的慈悲。这种博弈到最后，其实没有赢家，只有一群在红墙里越陷越深的囚徒。齐飞在回宫的路上，还在那儿心惊肉跳，觉得叶澜依喝了药没死，是不是药效不够？而皇后在景仁宫里，已经开始琢磨该给三阿哥找个什么样的养母了。这种骨子里的凉薄，才是这深宫里最真实的底色。这种杀人不见血的局，换作是您能识破吗？就算识破了，在皇后这种公司合伙人级别的降维打击面前，您又有几分胜算？这其实就是咱们现实生活中那些复杂的婆媳矛盾、职场暗算的终极缩影。这碗药虽然是叶澜依喝的，但这局却是皇后布的。那么，当这个惊天噩耗传到皇上耳朵里的时候，那位高高在上的大老板又会做出怎样让人寒心的反应呢？他到底是会为爱妃冲冠一怒，还是会为了所谓的公司大局再次选择息事宁人？书接上回，咱们前脚刚出了阴森森的景仁宫，后脚这消息就跟长了翅膀似的，
打着旋儿飞进了养心殿。这紫禁城的大老板，咱们那位坐在龙椅上，天天批折子批得眼冒金星的皇上，在听说自个儿心尖上的野玫瑰被灌了绝子药后，该是个什么反应？按说这冲冠一怒为红颜，怎么着也得把那肇事者齐妃给生吞活剥了吧？可咱们这位爷，他可不是一般的性情中人，他是这大清朝最大的职业经理人，他脑子里那本账算得比谁都精。这第4部分，咱就得把这显微镜对准皇上那双深不见底的眼珠子，看看这对局之中，那一抹玛萨扳指的帝王冷，到底冷到了什么份上？话说这消息传到养心殿的时候，皇上正握着朱砂笔，对着一份关于黄河水患的折子出神。太监苏培盛那脚步轻得跟猫似的，凑到跟前，嗓子眼里压着半口气，哆哆嗦嗦把百俊园的事儿给吐了。您瞧瞧皇上那个细微的动作，他的手先是僵了那么1秒钟，那笔尖上的朱砂红哒的一声落在了宣纸上，像极了一滴凝固的血。可紧接着他并没拍案而起，也没大喊大叫，而是缓缓放下了笔，右手大拇指开始有节奏的摩挲左手虎口上的那枚翠玉扳指。这在心理学里叫情感压抑下的理性复苏，翻译成大白话就是他在那一瞬间已经把爱不爱给扔到了脑后，开始盘算合不合算了。这哪是丈夫对妻子的心疼啊，这分明是老板发现公司里一个极具潜力的明星产品突然被人恶意报废了，他在衡量这报废后的残余价值，以及如何利用这个事故去平衡董事会里的各方势力。咱们得细品皇上这摩挲扳指的频率，那翠玉在指尖转动，发出细微的几乎听不见的摩擦声。他在想什么？他想的是叶澜依没了孩子，就意味着他这辈子都只能依附于朕的宠爱，他再也没有可能像甄嬛或者皇后那样借着皇子的势头来左右朝局。这种想法，您各位听听，是不是炸裂3观？一个口口声声说宠你、爱你、离不开你的男人，在得知你失去生育能力的第一反应，竟然是觉得你变得更安全、更好掌控了。这在现代职场里，就是那种典型的黑心老板，他看重你的才华，却怕你翅膀硬了跳槽，所以当你家里出了变故，急需用钱，或者是遭遇打压时，他面上安抚你，心里却在暗爽，这下好了，你这辈子都得给我卖命了，因为你除了我已经无路可去。这种帝王冷是刻在骨子里的人性自私，是把人当成物来使用的冷酷逻辑。接着皇上摆了摆手，让苏培盛把齐妃给传了过来。齐妃进殿的时候，那膝盖软得跟面条似的，扑通一声跪在汉白玉地砖上，那声音沉闷的让人心慌。齐妃在那儿哭天抢地，翻来覆去就是那一套，臣妾也是为了皇室血脉纯正，臣妾一时糊涂。皇上居高临下的瞅着他，眼神里没有愤怒，只有一种看废物的厌恶。皇上为什么不当场把齐妃赐死？是因为夫妻情分吗？别逗了，他是在看齐妃背后的那个人，皇后。他心里跟明镜似的，知道这出戏的主谋是谁，但他不能动皇后，因为皇后身后站着乌拉那拉氏的100年根基，站着朝堂上的政治平衡，所以他选择了最让人寒心的一种处理方式，重重的拿起，轻轻的放下。他只是冷冷的对齐妃说了一句：你既然爱子心切，那便去冷宫好好反省，三阿哥就不必你教养了。这一招才是真正的杀人诛心。皇上把齐妃唯一的指望，儿子给剥夺了，但却给了皇后一个顺水推舟的机会。他这是在进行资源置换，他用叶澜依的一个肚子换取了敲打皇后的筹码，顺便还把一个年老色衰、不再有产出的老员工齐妃给合理合规的扫地出门了。这在职场隐喻里叫借力打力。老板利用2个下属的内斗，
不仅清除了冗余的人力，还加强了对高层的控制。至于那个受了委屈、丢了未来的叶澜依，皇上不过是事后赐了几件华丽的衣裳，说了几句不痛不痒的甜言蜜语。您瞧瞧，这种安抚多廉价啊！它不解决任何实质性问题，只是为了维持老板仁慈的假象。皇上坐在那儿，看着窗外的斜阳，他可能还在心里感慨：兰依啊兰依，朕往后会更疼你的。可这种疼是建立在把你变成残废的基础上的，这种爱它带着血腥味儿。这种环境渲染下的帝王心术，其实揭示了一个极其残酷的人生哲理：在绝对的权力面前，任何个体的情感都是微不足道的。皇上抹撒扳指的那个小动作，其实就是他在心里拨打算盘珠子的声音。他在权衡，如果为了叶澜依彻底翻脸，会造成多大的动荡？如果忍下这口气，能换来多少安稳？最后，那算盘珠子停在了稳字上。这其实就是咱们现实生活中很多中老年朋友常遇到的无奈。有时候，你明明知道谁在捣鬼，明明知道谁受了委屈，但为了那点所谓的大局，为了家庭的虚假和谐，或者是单位的表面安稳，你选择了沉默，选择了各打50大板。这种中庸的背后，往往牺牲掉的是那个最真实、最无辜的人。咱们再看看皇上去看望叶澜依时的情景。叶澜依躺在床上，脸色白得透明，眼神空洞得像枯井。皇上走过去，握住她的手，那手刚喝过药，还透着一股子凉意。皇上说：朕会给你更好的位分，朕会让你成为这后宫里最尊贵的女人。您听听，这话多讽刺！一个女人刚刚失去了做母亲的权利，你却告诉她你要给她升职加薪，这不就是典型的职场补偿心理吗？因为老板给不了你公道，所以他只能给你一点金钱和名誉上的点缀，试图掩盖他内心的亏欠。而叶澜依呢？他连眼皮都没抬一下，他那只被皇上握着的手，死沉死沉的，一点回应都没有。这其实是最高级的蔑视。你以为你给的是恩典，其实在我眼里，你给的每一样东西都让我觉得恶心。这种心理上的博弈，在那一刻达到了巅峰。皇上在那儿演深情，叶澜依在那儿守荒凉，两个人中间隔着的不是一碗药，而是这整座冷酷无情的紫禁城。这第4部分的帝王冷，让我们看到了权力的背面是什么，是极度的孤独，也是极度的自私。皇上这个大老板，他在这场风波里表现出来的冷静，其实是一种对人性的亵渎。他把每个嫔妃都看作是棋盘上的棋子，哪怕是这颗棋子碎了，他也得想着怎么用这碎瓷片去扎别人一下。这种博弈局没有温情可言，只有冷冰冰的利益交换。齐妃被废，叶澜依绝嗣，皇后得利却失了圣心，皇上保全了大局却丢了魂儿。您说这赢家到底是谁？就在皇上离开百俊园，重新坐上那顶明黄色大轿的时候，他最后回头看了一眼那低矮的宫墙。那一刻，他眼底闪过的一丝复杂情愫，到底是后悔还是庆幸？这碗药的余波远没有结束。叶澜依在这场帝王冷的洗礼下，心里的那颗复仇种子又是如何破土而出的？而他对那个从未在这碗药里露过面的果郡王，又藏着怎样惊世骇俗的情深？书接上回，咱们前头聊完了皇上那如冰碴子般的帝王心术，这镜头转过身来，咱得往这幽暗深宫最隐秘的缝隙里钻一钻，去瞧瞧那一丝藏在袖口里的，连天界威严都镇不住的果郡王情。这叶澜依喝完那碗断子绝孙的药，躺在榻上，脸色惨白的跟那冬日里的雪片子似的。可为什么他在皇上转头走后，嘴角竟勾起了一抹冷艳到让人打寒战的笑？那笑里头没丁点自怜自哀，
反倒是透着一股子大仇得报、尘埃落定的松快。这第5部分，咱就得用这显微镜穿透那些绫罗绸缎，看看这隐局之下那一笔跨越了伦理、横冲直撞的风流债。这哪是喝了毒药啊？这分明是他叶澜依给自己立下的一座贞洁牌坊，只不过这牌坊不是给皇上立的，而是给他心里头那个永远够不着的影子果郡王云里立的。您各位闭上眼，咱往回捯饬那个画面。早先叶澜依还在百郡园当驯马女的时候，风吹日晒，大太阳底下大汗淋漓，谁拿她当个人看过？唯独那位风流倜傥、满身书卷气却又不失英武的果郡王，在他病得快死在马厩里的时候，递过那么一盏热水，送过那么几句体贴话。在那一刻，叶澜依这个野性难驯的女子，就把这辈子、下辈子，甚至永生永世的活儿，全系在人家那玄色的马蹄铁上了。您说这叫什么？这叫职场初恋综合征的变种。在最落魄、最没人疼的时候，那个高高在上的大区经理给了你一点微不足道的尊重，你就觉得自己这条命从此往后就是人家的了。可命运这老儿最爱开玩笑，偏偏皇上这个董事长看上了这匹野马，硬生生把他给捐进了这见不着天的紫禁城分公司。咱们得细品叶澜依喝药时的那个心理深度拆解。当齐妃端着药进来的时候，叶澜依脑子里闪过的绝不是皇上那张老气横秋的脸，而是果郡王在草场上策马扬鞭的背影。他心里门清，自己进了宫，身子已经脏了，被那个他打心底里瞧不上的多疑又薄情的君王给占了。这种心理上的呕吐感，比那碗红花汤要苦上10000倍。所以当那碗药摆在跟前，他想的不是我要没孩子了，他想的是太好了，我终于可以不用给那个男人留后了。这在伦理博弈里叫做定向切割。他这一仰脖子，喝下去的是毒，吐出来的是对皇权的彻底反叛。他用这种自残的方式，在自己和皇上之间挖了一道永远填不平的深沟。他仿佛在心里对着果郡王喊：王爷，您看，我这身子虽然被那老龙给困住了，但我这块地儿，我亲手把它给荒了，我绝不让他的血脉在我这儿落脚。这种风流债背后的职场映射，其实特别扎心。这就好比一个有着极高专业追求、心里装着偶像级导师的顶尖人才，被一个只知道砸钱、毫无底蕴的暴发户老板给强行挖走了。他在公司里待着，拿着高薪，受着专宠，可他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想方设法磨洋工，甚至不惜自毁前程来表达对这份工作的厌恶。叶澜依就是这种极致的例子。他不仅不想要这份股份、孩子，他甚至觉得拥有这份股份是对他偶像果郡王的一种背叛。这种情感的纯粹与畸形，在紫禁城这种讲究利益互换的地方，简直就是一朵带毒的奇葩。他喝完药后的那抹笑，其实是对皇上这种董事长最大的羞辱。你以为你拥有了我的肉体，甚至还想让我为你延续香火？呸！我宁可把自己这台机器给砸烂了，也不给你生产一个零件。环境渲染在这儿也到了极致。叶澜依躺在百郡园那冷清的屋子里，身边没个知冷知热的，只有果郡王送他的那把折扇，可能就被他死死地攥在袖口里。那扇面上的墨迹，可能早就被他的汗水浸透了，但这却是他在这吃人宫廷里唯一的氧气。当皇上在前面批阅奏折，盘算着怎么平衡势力的时候，叶澜依在这后院里，正用一种近乎变态的忠诚，守着他那份无人知晓的情。这种心理拆解告诉我们，女人的狠，往往来自于她心底那份不可撼动的痴。她可以为了心上人的一个眼神，把自己这辈子所有的路都给堵死。这种博弈是不是比单纯的争宠要高级得多，也绝望得多？
这第5部分的隐局，实际上是一个边缘女性对主流价值观的暴力撕裂。在那个年代，不生孩子就是大逆不道，就是自绝后路。可叶澜依偏偏要把这死路走成坦途。她在那一刻完成了一个人生哲理的跨越。如果我不能选择我爱的人，那我至少可以选择不生我不爱的人。这种对自我掌控权的惨烈夺回，让他在这场尔虞我诈的博弈中获得了一种病态的优越感。他看着那些为了怀个隆重争得头破血流的女人，心里只有怜悯和嘲讽。这种人生境界虽然孤苦，但却有一种凌厉的美感。他喝下的是绝子药，开启的却是一段漫长的以命搏命的复仇之路。这时候，咱们得看看这风流债里最让人唏嘘的点。果郡王知道这一切吗？他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有一个女子为了他，在那阴暗的角落里把自己变成了废人。这种单向度的博弈，最是杀人。叶澜依在那碗药的洗礼下，彻底褪去了驯马女的那层单纯，她变得像她驯过的最烈的马，表面顺从，其实一直在等待那个能一脚踹断皇上肋骨的机会。这种心理积淀，才是后来他能毫不犹豫地给皇上喂下暖情相配朱砂的源头。这一碗药是他跟这个世界的投名状。您说，这人间情爱怎么就能让人魔怔到这个地步？叶澜依在袖口里摩挲着那把不存在的情锁，眼神里透出的那股子狠劲儿，其实是他对自己残存的一点点尊严的祭奠。这碗药后的余味，不仅苦了他的舌尖，更冷了这整座宫廷的春色。那么，当叶澜依带着这满腔的仇恨与凄美，重新站在这权力巅峰的围观者面前时，那些平时装得跟圣人似的静妃、端妃，甚至是那个正在上位路上的甄嬛，又是如何用他们那双洞若观火的眼睛去解读这出自杀式的悲剧呢？书接上回，咱们这镜头打从叶澜依那冷得透骨的百俊园里拔出来，得往那深宫里头最幽深的几处院落里探一探，去瞧瞧那些平日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却把这宫里每一丝风吹草动都算计进骨子里的大拿们。这叶澜依喝了绝子药的事儿，在紫禁城里那就不叫个新闻，那叫个风向标。这第6部分，咱们就得使出那穿墙术，把这显微镜对准静妃、端妃，还有咱们那位正一步步踩着血印子往上爬的熹贵妃甄嬛。这哪是看热闹啊？这分明是一群职场老员工在面对一起重大的恶性工伤事故时，最老辣、最不显山露水的集体博弈。您瞧瞧，这静妃宫里的碎玉，端妃案头上的药碗，还有甄嬛手里那方拧得生紧的帕子，哪一样不透着这深宫处事的厚黑学？这官局2字，讲究的就是一个静字背后的翻江倒海。话说这消息传到静妃耳朵里的时候，她正坐在暖阁里，手里握着个绣棚子，那是正给胧月公主绣个肚兜。您看静妃那个神情，针尖扎进绸缎里，轻轻巧巧一挑，连个声都没有。可当那小太监把百俊园绝嗣这5个字压着嗓子说出来时，静妃的手冷不丁在半空里停了那么1秒钟。这在职场隐喻里叫什么？这叫惊弓之鸟的共振。静妃是这宫里最苦的女人，她那咸福宫的地砖，每一块她都数过多少遍了。她没孩子，所以她最懂没孩子的那种冷。但她这种老员工想得深啊，她第一反应不是心疼叶澜依，而是在想，这火会不会烧到我这儿来？齐妃这个蠢货倒了，皇后那棵大树晃了，我该往哪边挪一挪屁股？他那眼神往窗外那一瞥，看似是在瞧那开败了的残荷，实际上是在心里盘算着这后宫权力的重新洗牌。这就是职场里最常见的一种人，他们从不带头闹事，从不公开发表意见，但他们的每一个眼神，每一次沉默，都是在给局势加码。咱们再把镜头转到端妃那儿。
端妃那是这后宫里的老祖宗级别的人物了，常年病歪歪的，可心眼儿比谁都多。他听说这事儿的时候，正端着一盏苦得发黑的参汤。他听完没叹气，反倒是低头瞅了瞅自己那双因为常年服药而显得枯槁的手。他心里想的是，又是一个被这红墙里的药罐子给毁了的女人。端妃的这种官局带着一种近乎残忍的宿命感。他太明白皇后的手段了，因为他自己当年就是那个替皇上、替太后背了黑锅，给华妃送去安胎药实为堕胎药的人。他看着叶澜依，就像是看着当年的自己。可这种同情，在端妃这儿是转化成了一种更深沉的算计。他知道叶澜依这种性子的人，喝了药不会自尽，只会变成一柄最锋利的、谁也握不住的快刀。于是端妃在那个下午，只是淡淡的对身边的吉祥说了一句：“去，把那对成色最好的珊瑚手串给百俊园送去，就说本宫祝他余生安稳。”这叫情感投资。在这种人人避之不及的时候，送上一份不轻不重的关怀，这就是在给这柄快刀开刃，是在这宫廷博弈的棋盘上预埋下一颗最隐蔽的雷。最精彩的还得说是甄嬛。那时候的甄嬛已经不是那个在碎玉轩里扑蝴蝶的小姑娘了，她是回宫复仇、满身甲胄的熹贵妃。她听到消息的时候，正坐在长春宫的偏殿里。您瞧瞧甄嬛那个动作，她原本是在拨弄着那一盏新供的雨前龙井，茶叶在水里翻滚，就像这后宫里的人命。当她听说叶澜依竟然眼皮都不眨的把药喝了，甄嬛手里的茶盖磕碰一声撞在了碗沿上，那清脆的声音在寂静的殿里显得格外刺耳。甄嬛心里那是一阵翻江倒海啊！她看叶澜依，那是带了一层同类的光绿。她知道叶澜依爱的是谁，她也知道在这宫里守着一份见不得光的情有多难。甄嬛在那一刻眼神里闪过的是一种极度的狠戾。这在职场里，那就是部门总监看到老板恶意打压一个极具风骨的技术骨干时，生出的一种误伤其类后的决绝。他心里明白，今天老板、皇上能纵容皇后废了叶澜依，明天就能为了大局弃了他甄嬛。所以甄嬛的这种官局已经不仅仅是围观了，而是进入了备战状态。她在那长长的护甲套下死死地拧着那块绣着合欢花的帕子，那帕子都被拧成了麻花，就像她此时此刻纠结又冷硬的心肠。这种环境渲染下的老员工群像，其实揭示了一个极其深刻的处世智慧。在风暴中心，最安全的地方往往是那些看似无关痛痒的边缘。这些围观的嫔妃们通过这一碗药，完成了一次无声的站队。没人去替叶澜依喊冤，没人去向皇上进谏，他们只是在各自的宫里，用一种近乎冷漠的冷静，消化着这个血淋淋的事实。这种职场隐喻，您各位一定得细品。当公司里发生不公正待遇时，那些沉默的大多数，其实都在心里默默的给公司、给领导打分。这种分数的流失，才是权力崩塌的开始。叶澜依这一喝，喝掉了静妃对皇权的最后一点幻想，喝掉了端妃对皇后最后一丁点儿的容忍，更激发了甄嬛要彻底屠龙的野心。人生哲理就在这儿了。很多人觉得博弈就是面对面的肉搏，其实不然。最高级的博弈是那种势的转化。叶澜依用自己的肚子完成了一次献祭，这种献祭让后宫里这些各有算计的女人，在这一刻达成了一种诡异的共鸣。她们都在那碗药里看到了自己的倒影。这种围观其实是一场集体性的心理暗战。他们通过叶澜依的决绝，确认了这深宫里没有温情，只有利益和杀机。于是每个人都开始往自己的甲胄里多塞2块铁板，往自己的袖口里多藏2根毒针。这种冷漠的处世智慧，
虽然残酷，却是他们活下去唯一的依仗。您瞧瞧，这就是咱们今天要报的这个大料里最精彩的弦外之音。在那碗绝子药的背后，不只是一个女人的悲剧，更是一群女人的职场觉醒。她们不再寄希望于皇上的怜悯，不再寄希望于皇后的仁慈，她们开始用一种近乎机械的精准去计算每一步的得失。这种心理拆解，是不是比那刀光剑影的动作戏还要抓人？叶澜依在那百郡园里养伤，她不知道，她这一喝已经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几根稻草。这紫禁城的大厦，表面上看还是金碧辉煌，里头的梁柱子其实已经被这碗苦药给浸透，给蛀空了。这第6部分的官局，让我们看到了一群顶级职场生存专家的素养。他们不想不闹，却在这一片死寂中完成了对未来局势的终极预判。静妃收起了绣棚，端妃放下了药碗，甄嬛抿了一口已经凉透的茶。这3个人虽然隔着重重宫墙，却在这一刻心意相通的在那份关于毁灭的合同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您说，这种无声的震撼，是不是比大吵大闹要有力得多？这时候，咱们得回过头来瞧瞧，在那百郡园里，在一片狼藉和绝望之中，那个已经失去了做母亲资格的叶澜依，她又是如何从这种极度的虚弱中生出一股子要把这天给捅个窟窿的蛮劲来的？她那场名为复仇的下半场，又是如何在那碗药的苦涩余味中悄然拉开序幕的？书接上回，咱们这镜头得从那些深宫老狐狸们高深莫测的眼神里挪开，重新杀回那药味还没散尽的百郡园。这天底下的事儿，最怕的就是一个绝字。当那一碗绝子药穿肠而过，把叶澜依这辈子做母亲的指望给烧成了一把灰，按说这女人该哭了，该烂了，该像那些被打入冷宫的废妃一样，从此成了这紫禁城墙根而下一抹无声无息的苔藓了吧？可您各位走近了瞧，在那重重帐幔后头，叶澜依那张惨白的像纸一样的脸上，那双原本冷清的眸子里，竟然烧起了一簇暗红色的要把这天给捅个窟窿的火苗子。这第7部分，咱们就得细细拆解这定局背后的死地后生，看看这朵被皇权亲手掐断了根的野玫瑰是怎么在这绝望的烂泥潭里黑化成了那个让皇上寝食难安，最后送他归西的屠龙勇士的。这在咱们现代职场里，那就不叫辞职了，这叫毁灭性反杀。老娘不仅不干了，还要在临走前把这公司的承重墙全给拆了，把那个高高在上的董事长给拉下神坛。您各位瞧瞧这环境渲染出的肃杀气，这会儿的百郡园，那是连风都透着股子铁锈味儿。叶澜依躺在榻上，身上盖着那御赐的锦被，那上头的鸳鸯戏水此时瞧着，简直就是对他最大的讽刺。他那细长如葱白的手正死死抠着床沿，指甲缝里都渗出了血丝。这其实是一个极度压抑后的心理质变。第1层，那是身体的崩塌，那药劲儿还没过去，小腹部像是有一把钝刀子在来回的割，每一次呼吸都带着血腥气。可第2层，那是精神的重塑。他在那一刻，把对皇上的最后一点敬畏，对这宫廷规则的最后一点顾忌，顺着那口没咽干净的苦药，全给啐在了地上。这就映射到咱们现实生活中了。当一个人被生活欺负到了极点，被公司压榨到了没活路，被爱人背叛到了心死，那他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被随意拿捏的弱女子，而是一个没有软肋的职业杀手。他心里想的是，既然你们不让我好过，那咱们谁也别想活。这种心理拆解，那是带着血色的凉薄，也是带着孤勇的惨烈。这种定局背后的职场博弈，其实是最高级的。叶澜依在那一刻完成了一个从被动受害者到主动复仇者的身份置换。他开始利用皇上的那点子亏欠感。皇上这种男人，
他最怕的不是你跟他闹，而是你对他太顺从。叶澜依在那碗药之后，突然变得懂事了。他不再在大太阳底下骑马，不再冷言冷语的顶撞，他甚至开始学着在那烟雾缭绕的宫殿里，给皇上点上一炉子香。这在现代职场里叫什么？这叫深度潜伏。当一个被你坑惨了的下属，不仅不记恨，反而每天笑眯眯的给你递咖啡、报进度，甚至连加班费都不要的时候，作为老板的你，是不是该脊梁骨冒冷气了？皇上还以为自己那点物质补偿起了作用，以为这野马终于被驯服成了家猫，殊不知叶澜依每一回给他在香炉里添灰，想的都是怎么在这烟儿里加点能让人慢火炖烂了心的朱砂和暖情香。这种处世智慧，那是用命换来的老辣，是那种隐而不发、一击必杀的狠劲儿。咱们得细看叶澜依在病榻上那个眼神的转变。原先他的眼神里只有厌恶，那是驯马女对囚笼的本能排斥，可现在他的眼神里多了一层死水微澜的静谧。这静谧背后，是他在脑子里千百次演练的复仇蓝图。他开始关注那些平日里他瞧不上的细节，皇上的心律，皇上对长生不老的痴迷，还有那个总是守在炼丹炉旁的道士。这种显微镜式的观察，是一个杀手的基本素养。他要把皇上的每一个弱点都变成扎向他心脏的钉子。这反映了一个残酷的人生哲理：当一个人不再寻求自救，而只求共毁灭的时候，他的力量是无穷大的。他不仅是在复仇，他是在给自己这破碎的一生找一个终极的出口。这种人生升华虽然带着一股子病态的狂热，但在那漆黑一片的深宫里，却是他唯一能抓到的光。再说说这其中的伦理拉扯。叶澜依为什么要复仇？为了他那没出世的孩子吗？不，他是为那个在百俊园外，在那绿油油草场上，唯一把他当人看过的果郡王。他觉得这碗药不仅是害了他，更是玷污了他对果郡王那份纯粹的守护。他要替王爷除掉这个多疑、冷酷、把兄弟情谊当儿戏的兄长。这种为了爱而杀的逻辑，在咱们现代人看来可能有点炸裂三观，但在那种极端的压抑环境下，这就是支撑他活下去的唯一念想。这就是所谓的精神寄托的暴力化。他把对果郡王的爱转化成了对皇上最锋利的恨。每一回皇上来百俊园，他那柔弱无骨的手抚过皇上的脊背，心里想的可能都是如何在这大动脉上划上一刀。这种心理厚度，这种情感的张力，才是这出大戏最让人欲罢不能的地方。这第7部分的下半场，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弱者在绝境中爆发出的惊人能量。叶澜依这一黑化，其实是对整个封建礼教、对整个后宫评价体系的终极嘲弄。你们觉得没孩子就没地位？那我就用这没地位的残破身躯，把你们最在意的那个万岁爷给拉下马。这种博弈是不计成本的，是全仓压上的。齐妃那种蠢是为了保全，皇后的那种狠是为了权力，而叶澜依的这种绝是为了自由和尊严的祭奠。这种人生境界虽然孤苦，却有一种平尔万马千军，我自一剑封侯的飒爽。他坐在百俊园的石凳上，看着那些被他亲手修剪的整整齐齐的草木，其实就是在修剪皇上最后的寿命。就在这种死寂的博弈中，叶澜依终于等到了那个机会。他开始频繁接触那个同样对皇室心存芥蒂的甄嬛，两个失去了挚爱的女人，在这一碗绝子药的废墟上，达成了一个足以改朝换代的秘密同盟。这碗药，它原本是皇后的令，是皇上的冷，是齐妃的蠢，可最后它却成了叶澜依手里最致命的引信。当他那双曾经拉过马缰的手轻轻捻起那一颗朱砂红的丹药，
往皇上的茶杯里沉的时候，那动作稳的就像是在草原上迎接一场必胜的赛马。这一碗药让叶澜依看透了众生，也看穿了生死。她不再是那个唯唯诺诺的驯马女，也不再是那个冷若冰霜的宁贵人，她是这紫禁城里最优雅的送葬人。那种从骨子里透出来的黑化美学，简直让这沉闷的宫廷戏瞬间燃爆了。那么，当叶澜依最后站在皇上的龙榻前，看着那个曾经掌握生杀大权的男人如枯木般衰败，他心里到底有没有过一丁点儿的快意？而在那最后的终局里，那座困住了所有人的红墙笼子，又是如何在那一声惊天动地的驾崩声中彻底瓦解的呢？书接上回，咱们这出大戏终于是唱到了这最叫人揪心，也最叫人脊梁骨发凉的终局了。这紫禁城漫天的大雪落下来，是不是真能把那些黑黢黢的药之子、红彤彤的血手印全给遮漏？咱们这第8部分不聊那些虚头巴脑的宫廷礼仪，咱就得把这显微镜对准那座困住了所有人，也熬干了所有人的一辈子精气神的红墙笼。您瞧瞧，这叶澜依最后站在皇上那龙榻跟前，手里捏着的不是马鞭，也不是那绝子药的空碗，而是一颗能送真龙归西的暖情红丸。这哪是胃药啊？这分明是他把这半辈子积攒的对这吃人世道的恶心，一次性全给灌进了那位大清朝最高执行官的嗓子眼里。这在咱们现代职场博弈里，那叫清算时刻，就是一个被公司压榨的家破人亡、断了后路的顶级员工，在临走前不仅带走了所有核心代码，还给老板那台老爷车里加了一壶白糖。看着那发动机在轰鸣中彻底报废，那心里头到底是快意多一点，还是空虚多一点？咱们先从这环境渲染里抓一抓那股子末世的气息。养心殿里头的味儿，早就不再是那种清贵的檀香了，而是掺杂着丹药的硫磺味儿、衰老皮肉的腐朽味儿，还有叶澜依身上那股子常年不散的野性十足的草木香。这种味道的博弈，其实就是权力的崩塌。皇上歪在榻上，曾经那双能看穿天下局势、能让齐妃吓得尿裤子的鹰隼眼，这会儿已经浑浊的跟老泥汤子似的。叶澜依就站在他影影绰绰的床边，那一身青碧色的旗装，在昏暗的灯火下瞧着，像极了百俊园里那深不见底的湖水。他那双曾经勒过马缰、端过绝子药的手，这会儿稳得像泰山。他轻轻把那药丸子往前一递，嘴里吐出来的词儿，比那数9寒天的风还要冷。皇上，该吃药了。您听听，这话里头藏着多少弦外之音？这哪是关怀啊，这是在催命，是在报那一碗药的仇，是在报那一份见不得光的情的债。这在心理深度拆解里，叫做情感的暴力补偿。他每喂进一颗药，心里想的都是果郡王被逼死时的惨状，想的都是自己那个永远不可能成型的孩子的冤魂。这种复仇的张力，让这空旷的殿宇里，连空气都快凝固了。这其中的职场隐喻，真是让咱们这些在社会上摸爬滚打的人看了都得直冒冷汗。皇上作为这所庞大公司的唯一控股人，他一直觉得自己掌握着所有人的命门，他以为用位分、用金钱、用这种廉价的补偿就能买断一个女人的尊严和未来。可他忘了，当一个员工被逼到了断子绝孙的绝路上，当他连最基本的求生欲都转化成了求死欲时，这个老板的命其实就已经捏在人家手里了。叶澜依在那儿伺候皇上，那是典型的职场卧底。他利用了老板对长生不老和最后温存的贪婪，精准的投其所好，实则步步杀机。这就是咱们常说的，别欺负老实人，更别欺负那个已经没什么可失去的人。因为到了最后，你引以为傲的权势，在人家眼里不过是送你上路的垫脚石。咱们再仔细分析分析叶澜依此时的心理，他在那一刻
真的觉得快活吗？其实不然，这种博弈到了终局，其实是没有赢家的。他看着皇上在药力的催化下，面色潮红，呼吸急促，像一头被困在笼子里垂死挣扎的老狮子。他眼底闪过的，可能有一种大仇得报的癫狂，但更多的是一种看透了虚无的绝望。他这一生，从草场到马厩，从马厩到百俊园，从百俊园到这金碧辉煌的牢笼，每一步都是被别人推着走的，唯独这最后一击是他自己定的夺。这种人生哲理的升华，告诉咱们一个极其冷酷的真相：在极致的压迫下，反抗往往是以自毁为代价的。他毁了皇上，也彻底毁了自己。当皇上终于在那个大雪纷飞的夜里咽了气，当那声皇上驾崩传遍紫禁城的时候，叶澜依站在廊下，看着那红墙被大雪一点点染白，他心里想的竟然是：王爷，我可以去见您了。这种伦理上的极致拉扯，把一个女人的痴与狠揉碎在了这一砖一瓦里。咱们再看那座红墙笼子，它不仅仅是圈进了叶澜依，也圈进了那个机关算尽的皇后，还有那个一生多疑的皇上。到头来，这一碗碗绝子药，这一场场勾心斗角，到底争来了什么？皇后最后死在景仁宫，对着墙上的影子自言自语；皇上死在龙榻，连个交心的人都没有。而叶澜依，他在这场博弈里赢到了最后，却选择了用一把匕首划开了自己的手腕。那血顺着指尖滴在雪地里，红得惊心动魄。这反映了这整出戏里最炸裂三观的底色。在这权力的游戏里，哪怕你站到了最后，你也是个输家。这种处世智慧是咱们得揣摩一辈子的。很多人总觉得自己只要够狠、够毒、够能算计，就能在这世上占便宜。可您瞧瞧这结局，真正的解脱竟然是那一道血口子带来的宁静。环境渲染在这儿又变了，大雪停了，太阳升起来了，可那紫禁城的红墙啊，瞧着比以前更旧、更冷了。甄嬛成了太后，她坐在那把曾经属于皇后的宝座上，眼神里再也没了光。她看着叶澜依留下的那一点点痕迹，可能也会想起那碗绝子药。这就是连环局的悲哀，每个人的手上都沾了血，每个人的心里都住了鬼。这种职场映射告诉我们，当一个平台的文化变成了互相倾轧、互相残杀的时候，哪怕你成了最后的 CEO， 你面对的也是一个荒凉的废墟。这种升华，让咱们对那碗药的讨论，从宫斗的小家子气里跳出来，看到了整个人性的荒原。叶澜依最后那个微小的动作，不知道您各位注意没有？他在临走前，把果郡王送给他的那串珊瑚手串攥得生紧，那是他这辈子唯一的暖色，也是他所有恨的源头。他喝下绝子药的时候没哭，被皇上羞辱的时候没哭，唯独在这一刻，在那彻底的自由到来之前，他嘴角那一抹笑，带了一滴滚烫的泪。这滴泪是给那个驯马女的，是给那个被权势碾碎了的初恋的，也是给这整座荒唐的宫廷的。这种心理拆解，才是咱们这出爆料文案的魂儿。换作是您，在经历了这一圈人鬼博弈后，您是会选择继续在那太后的宝座下战战兢兢，还是像叶澜依这样干净利落的把这辈子还给天地？这第8部分的终局，其实是对权力的一次终极审判。那碗药毒掉的不只是一个肚子，更是这宫廷里所有人对未来的希望。咱们咂摸这一碗药的后劲儿，其实是在咂摸咱们自己的人生。谁还没被生活喂过几口苦药？谁还没在职场里遇见过几个皇后和皇上？关键是，当那碗药送到你跟前的时候，你是像齐飞那样唯唯诺诺的送命，还是像叶澜依这样仰头喝下去，然后再用余生去跟这命数斗一斗？这出绝子药引发的博弈局，到这儿算是画上了一个血红色的句号。
那一座困住所有人的红墙龙，在那一夜之后，依旧矗立在那里，冷眼看着后来的新人进进出出。可叶澜依的故事，却像一道永远抹不掉的裂痕，提醒着后来人，有些尊严是拿命也得守住的，有些仇恨是连孟婆汤也洗不掉的。您各位说说，这人世间的博弈，到底是为了赢，还是为了不输的太难看？